已经整体很多了。虽然说形上面还有点小问题，但是呢，这个可以慢慢精进，我觉得这个进步还是比较大的。然后就是用线呢再整一点，看到照片啊，就是从手这个位置，比如说你要概括这一条趋势，那就把这条趋势看得再准一些，这条趋势，这条趋势，然后从手到脚，从手到脚跟。你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？前面这个手啊，这个手臂看起来有点趋势有点不太对，所以说呢也画窄了。还是可以不用画里边的东西。如果画的话呢，也可以，但是画的再准一点。主要的问题出在这个地方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，你看它手臂的朝向，然后再看你这个手臂的朝向，有一点不一样。你这个手画长了，手臂画长了，角度也抬高了。这个手臂看起来大概应该是这个样子。这个趋势呢，问题倒不大，就是小形状看多了之后啊，整个这个鼓起来的、往外凸的这个趋势画弱了。然后大腿是往后撤的，那后边的这根线的趋势，你看它的模特的这个趋势，这个是不一样的。还是找长线的趋势更容易去比较，差的不多，但是呢，就感觉总是差一点。还是多找长线，多去比较长线的趋势。你这个形还是比较准的，就是说这个线条啊，还是小短直线接的感觉。看到照片，就能不能找一种这种感觉？让头这个位置，你看只在这种大趋势的转折上面去找转折，去找变化，这样概括的这个形状更容易准确，也更容易整体。你这个基本的形状看起来是比较准的，就用线上有点琐碎，其他几张也是相同的问题。形的准确度还是有的，就是这种小短线，然后全是小直线，咔，全是这样的。就能不能把这个形状看得再完整一点，不是特别的大的这种转折，就先忽略它，先不去管。这样的话，你的视线才能更加的聚焦于整体。你看这个也是相同的，看这个手臂画的多细碎。那么如果说我去看的话，我可能会这样去概括。然后这个如果说准了的话，那其他的就很好办了，无非就是在这里陷进去一点，这里再鼓出来一点，这儿再鼓一点，这里再鼓一点，看这样的一个趋势就多准，这个形多准，每一个小变化都在整体的大的形状之上。看的不够整，这个也是相同的，形是准的，但是是一点点拼出来的，全是小短碎线。这边的小腿形状不太准确，这个脚的形状，从图里面去概括的话，看到照片，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形状。简单来看的话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形状。然后在这里面再去逐渐的找变化，找特征，逐渐的变具体。这张问题比较大，形不太准确，这个点位找的不太具体。这个是泛画，要注意在讲课的时候我是怎么做的，怎么去从人身上去找的这些关键性的点位，然后和哪一些点位进行比较的，是具体的点相互比较，才能够确定这个形状。现在你这个就是随便其大概勾了几根线，这些线条到底落在它哪个地方也不太一样。你看在这边是在脚尖上，在这边呢就这个焦点就在这儿了。那这个点画出来之后，它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跟图没有对应上，不只是这个地方，包括头也是。其实你这个是一眼就看到了这个比例有问题，这个头画的巨大，其他的形上的问题也比较多。那么归根结底呢，不是说形的问题，而是说观察方法的问题，绘制方法的问题，就是没有落实到位，课程里面所讲的那些方法和要求没有做到位。这个趋势，你看你这个符不符合？其实差一些意思的。这边的腿，这边腿胯都要收进去。你别看差的少，就差那么一点，这个形它就不准。在解决形的问题的时候，就要尽量把它画准。
当对形有了一定的感知的时候，再去修饰形、创造形。那现在这个阶段呢，就是把形看准，包括这个头这一块的复形，它明显它不一样嘛，它是很窄的，观察不到位。还有在画的时候不要用红色啊，我这个是给你调过的，你用红色画，我也用红色 P， 就不好看。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明显，看这边的头和这边的这个身体轮廓，你这个都已经串到一条线上去了，完全不一样。辅助线也找的非常的少，而且比较呢也没有这个起作用。这个焦点在人身体中的什么位置？这个在人身体中什么位置？你在图片中找的和你在这边画的都对应不上。把课程好好看一看，再看一下，跟着示范一笔笔的去画。这样的画面看着很简单，没有多少线条，但是出手的每一条线都是经过反复观察、反复比较、反复调整，才最终确定这个准确的形的。这过程里边的思考、观察，或者来回比较，这个工作量是比较大的。不要只看线少，你这个画的就很简略，就是没做到位，所有的意思都没有做到位。你这个基本的形还是比较不错的，形还是比较准确的。就是说再精进一点的话，就要控制一下，你这里边的东西看太多了。有这个观察力，能看到更多，这是好事。但是呢，也要分时段，该控制的时候要控制。这个阶段就不需要你动用这个能力。肩找到之后，找到肘，中间这里有一个坡，然后注意前臂这一侧的轮廓的形状是要去找这个的，看这个就不准了。然后臀胯上面这个轮廓和前臂这边的腹型一比较，这个画低了吧？然后这个点位和小腿肚子比较一下，小腿肚子没有往这边来这么多。然后下巴它不是个尖，这个角度画的时候必须要有一段朝前的，就是有一段下巴的前面，这一段随着往里面走，它是略微往上去的。这边的膝盖和这边的手，然后手的具体一点的形状，所以说乍一看还是挺准的。但是呢，我画一遍之后呢，就发现你这个还是有存在很多问题的，就是看的再整一点，比较的再多一点，这种点位反复的相互比较，比较的更多，才能画得更准。你这个缺乏比较，你只是在人身上大概圈了一下，不够。我看这张还不错，基本上没啥问题。手稍微大了一点，然后手腕这个动态的特征没出来，这个手画有点僵硬。在这里画一下，这个是前臂，前臂的一个基本的形状。然后这个是耻骨头，然后它手掌和前臂背面的这个线它是错开的，然后在它俩衔接处有一个鼓出来的骨头，然后就是这个手腕微微的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角度变化，你这个看不出来这个特征，这种地方的形要注意手腕。然后看这张基本上不错，没什么问题，结构啊画的也都很准确，基本上没啥问题。然后这两个腿，注意一下它两个腿的朝向是不是一样的。如果两个腿的朝向一样，那么它的横断线可以画一样的；如果两个腿的朝向不一样，这叫区别开。那么我看呢，感觉后面的那个腿啊，远处那个腿啊，感觉是这样的，然后近处的这个腿呢，有一点往前来，感觉这两个腿的柱体在空间中的状态大概是这样，所以这边要略微的往上弧一点，这样看起来会更符合这个模特一点。这个呢，基本上也没啥问题，这个画的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这个画的很好。然后这个手臂是往后去的，柱体的朝向要判断清楚，判断准确。它的横断线应该是这样的。这样手的话呢，这个是不是笔尖太粗了？总感觉这个手画
这个造型画不进去呢。像遇到这种情况的手呢，先把它概括成这个样子，不往里画也可以，只要是能概括出这个，那么再往里面去画呢就不成问题。注意好前臂和手的趋势的一个变化，这个手腕还是有点僵的，它这个前臂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趋势，然后手微微向上抬，你看这个手腕它是有动态的，这种感觉。